刚转到城市里学校那几天，我妈冷冷地看着我，老师为什么说你不合群？你个山里出来的死丫头，你高傲个什么劲儿？为什么不和大家好好相处？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到底那死老婆子的基因在你身体里活跃着。我就说，怎么给你提供资源，你还是那副死处。一边说着，他还一边不解气地狠踹我几脚。我没有低头，也没有辩解，我能说什么呢？难道要说，要不是妈你贪小便宜，同学们也不会因为一条塑料链子看低了我。我虽然是奶奶一手带大，山里长大的，可我懂好赖，我不会因为别人看我的目光而迁怒我妈没给我创造好条件，更不会因为我妈三言两语就转头记恨上我奶。大人之间的局语，何苦牵扯上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豆山，你搞什么？说了多少回内裤必须一天换一条？你身上那条从昨天就穿上了，你不觉得恶心吗？你奶奶那一套，你能不能别学了个十足十？你到底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还是她肚子？我妈冷眼打量着我，嘴边的讥讽仿若一把弹簧刀，肆意凌迟着我的四肢百骸。我局促的不知道把手放哪藏，生怕他再看到我没修圆润的指甲。怎么你回城里住了这好久，还一身村里村气的陋习？真不知道是骨子里长歪了，还是被那老婆子养坏了根。看你弟刚上幼儿园就比你爱好，怎么我一双眼睛就盯着你，还改不掉你那一身下贱病？说到最后，我妈鼻翼合动，一双眼睛就像剜野菜的镰刀，恨不能把我这颗毒瘤及时剜了去。我下贱吗？下意识地扯了下衣角，我有些茫然地看向地面。我妈生我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里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大人靠着吃糠咽菜总能挺过去，可是没奶水的我妈却成了攻讦对象。再加上我爸耳根子软，家里养不得闲人，我妈迫不得已，还没出月子就和我爸跑去城里打工。怎么？你看我做什么？我说你两句，你不乐意听了。果真是那老东西一手养大的，一样的心黑肚烂贱胚子。你还没足月就着急撵我出门，说什么家里不养闲人，难不成就差我那一口吃的？结果呢，还不是把你养成贱胚子？你奶奶算的这笔好账。咋说那老婆子你不爱听了？给我往心里头记好了，我才是你妈，当年就是那死老婆子分开的咱娘俩，你少对她感恩戴德。我妈嘴上说着，手指还不忘对着我脑门一顿猛戳。正想说点啥，我弟一脚踢开门，手里抡着个白布面袋子朝我脸上兜头砸下。乡巴佬，什么破玩意儿，你放我自行车上，自个没出息，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以后你的东西少往我车上扔，穷疯了你，土包子。窦长讥讽地笑了笑，乡巴佬，这种东西捡回来，莫不是打算给老太婆做内衣裤？紧接着是一通肆意的嘲笑。我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白布面袋，小心地拍去上面的土。小时候和奶奶在村里，抬头是土，低头也是土，即使窝在窑里不出来，飘回来的黄土也能挂满一身。等到我能念书时，我就总么幻想能背个白色的书包去上学。奈何奶奶年纪大了，村里又时不时停水，井水冷得瘆人，长期用井水洗衣服。60出头的奶奶已是腱鞘炎、关节炎，为了少洗衣服，奶奶就用村里发的白面袋子给我做了个帆布包，编织袋没有布袋子，触手生温。
却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书包。后面我妈把我接回城里，她给我买各式各样的书包，把我打扮得清爽大气，只是唯独不许白色。死丫头，也不嫌晦气，真是没文化，没个讲究。再说拿个编织袋书包，你还衬谁呢？当然，没文化的不是我，没讲究的也不是我。用他的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有了这些，谁也不会再把那个大山里一脸黄土的土包子和我联系在一起。我不自觉地挪了挪脚尖，其实大山里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我不用假装欢喜。去把新买的鞋子换上。我妈冷冷地斜睨了我一眼，亏你还是个女孩子，看你那脏兮兮的做派，连我脚后跟都湿不上。我低垂着头，脚趾一点点用力往鞋里钻，可不管我怎么用力，鞋头还是空的一大截。我妈总也不记得我是宽脚掌，这种鞋头尖尖的鞋子我根本穿不上，怎么穿个鞋这么费劲？看你那窝囊样子，要不是今天开家长会，我都懒得和你一起出门。很突然的，我下意识接过话，要不是怕我给你丢脸，怕他们看出我是村子里长大的，你才不会和我费这功夫。话一出口，我和我妈俱是一愣。我妈明显没想到我会如此直白地道破她所想，而我也没想的这样快就撕破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我妈不自然地拢了拢耳边碎发，同我前后脚出了门。月考成绩单下来的那瞬间，我一点也不意外。我是初一下才转来市私立学校的，一口蹩脚的普通话，音标键都没健全，所以开学第一天，当老师要求我自我介绍时，我很有自知之明地低下了头。窦山同学，你不愿意展示一下自己吗？大家都很期待和你做朋友。坐在前排的女同学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她不经意地撩拨了下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我突然想起来，自己今天也穿了件带珍珠颈链的 T 恤，不同的是，我 T 恤上的珍珠是衣服带的，而人家的珍珠却是货真价实真金白银买来的。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始终踟蹰在原地。坐在下方的同学逐渐没了耐心，他们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最后停留在我 T 恤上的珍珠 choker。 我突然很难堪地联想到，这件衣服本身不带装饰物的，是我妈买的时候碰上卖家不肯讲价，气不过的她顺手要了一条珍珠项链。可谁知正是这样有些反常的穿搭暴露了我的家庭。城市的孩子到底有修养，他们即使看不上没什么家底的我，却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排斥我，只是很客气疏离地和我保持距离。这样也好，我耸耸肩，山里来的才不屑虚与委蛇。所以当我妈劈头盖脸地扔过成绩单上的评语时，我没什么可说的。怎么解释？58个学生你排45，窦山你怎么不去死？我妈怒不可遏地看向我。还有，老师为什么说你不合群？你个山里出来的死丫头，你高傲个什么劲儿？不和大家好好相处，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到底那死老婆子的基因在你身体里活跃着。我就说，怎么给你提供资源，你还是那副死处。我妈说着，犹不解气地狠踹我几脚。这回我没有低头，也同样没有开口辩解。要说什么？难道要说，要不是妈你贪小便宜，同学们也不会因为一条塑料链子看低了我。我是山里长大的，可我懂好赖，我不会因为别人看我的目光而迁怒我妈没给我创造好条件，更不会因为我妈三言两语就转头记恨上我奶。大人之间的局语，何苦牵扯上我？何
苦。3. 豆山妈妈是吧？班排48，年级748，想直升本校，至少要年级前150。你家这……我妈揪起的心随着班主任拉长的尾音一点点坠入冰窟。要不还是考虑学个技术。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妈破天荒一句没说我，兴许发现我烂泥扶不上墙，打算放我回山里头自生自灭。我有点期待，结果显而易见的落空。我妈没收了所有能让我欢喜的东西，我睡前爱看的漫画书，我奶给我做的竹蜻蜓、九连环，还有我爸用旧到只有接听键灵敏的滑盖手机，我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死丫头，从今天开始，你休想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任何鬼把戏。我妈说着，直接卷着被褥搬进了我的卧室。打从今而起，吃喝拉撒我都守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奶打的什么主意，当初借口留下你，就是想凭你拿捏我。他可真是鸡贼呀！学习一团糟，连生活都一地鸡毛。蠢丫头，怎么我就生了你这么个不着调的？从今儿开始，我非守死了你不可。说话间，我妈严阵以待地掏出几本试题，让我天黑之前必须做完，还扬言做不完就别吃别睡。起初我还尝试着完成任务，直到发现我妈布置的量远超平时学校的3倍。妈，第一天能不能少点？我尝试着沟通。少？哼，你考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的给我多考点？不怕，妈陪着你。今儿你就是熬到凌晨3点，你妈我也和你耗得起。没辙，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做。时间滴答滴答很快溜走，在抬头时外边已经黑透了。看什么看，赶紧写你的。老话说笨鸟先飞，就你这猪脑子木头口袋，还不得不舍昼夜的学。我妈嘴上虽不含糊，眼角却是有了几分困意。我下意识的不住点头，手上却很真实的放缓速度。又写了一会，我听到客厅的动静逐渐归于安静，看样子窦长应该关电视准备上床睡了。相比困意，反倒是胃里空的难受。见我放慢动作，我妈一个大嘴巴直扑过来。愣什么愣，懒东西，还有脸放慢速度？谁给你的脸让你在这装大爷？赶紧写！什么还想去尿？忍着，这本题你做不完，拉屎撒尿都给我搁这整。我淡漠地抬头看了眼我妈，如她所愿，温热的液体顺着我的两股蜿蜒而下。我妈震惊地瞪着我，你还真敢尿！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像脱缰的野马涌入我的四肢百骸。我状似羞愧地低下头，对不起妈妈，我憋不住了。刺耳的谩骂声仿若一个惊雷，在我耳边接连炸响。看着歇斯底里的我妈像一只炸毛的公鸡，举着一只拖鞋时不时砸在我脑门上，我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仿佛记得语文课上老师意态神闲地念叨，发脾气是一个人最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的性格底色是懦弱的，是自卑的。妈妈你原来这么胆怯。4. 我爸妈成长的年代啥都不多，就孩子多。我妈是外婆的第一个孩子，继承了那个年代的特色，长姐如母，家里最年长的那个孩子会在父母外出揽工时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好容易把几个舅舅拉扯大。一晃我妈也过了花期，被家里蹉跎的没读成书，外婆还一心想要个好价钱，我妈的婚事只能被一拖再拖。后来还是我妈自作主张，不顾我奶的反对，硬是跟了我爸。本来二人看对眼，愿意搭伙过日子，那是好事一桩。可坏就坏在我爸那边，同样的一贫如洗。即便外婆终于松了口，
不再执着三转一响。但贫与贫的结合本身就是雪上加霜，而我的到来无疑变相验证了这个家庭的不牢固。尽管我不停笔的写，还是熬到了后半夜。这期间，我妈像个抽陀螺的死死盯着我，只要我有任何松懈，就会毫不留情的大耳光抽我。我上床时已是后半夜，几乎一挨枕头就入梦乡。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被一只手拎住脖子，从睡梦中倏然拽醒。啊！我眯着眼，我妈那张冷漠的脸被无限放大。死丫头，教过你多少回，睡觉就老老实实睡觉，谁准你姿势这么不雅，还打呼噜？那死老婆子的灰病你倒是学了个十足十，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被突然惊醒，我的睡意退却大半。待听完我妈的话后，我无力地耷拉上眼皮。不是我说，城市长大的就不会打呼磨牙蹬被子吗？睡觉这种事都要被限定，我宁愿一辈子不出山。说你那死丫头，你妈我和你说话呢，这就是那老不死的教出来的好孙女，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连起码的尊重也没。问你话呢，臭丫头！我一偏头，避开我妈戳过来的手指，不耐烦地回怼：你就有礼貌，一天死老婆子不离口。她好歹是我奶奶，是你的妈。空气突然安静，很明显，我出了我妈的逆鳞。我从未见过这样生气的我妈，她整个人都气到发抖。她用尽所有恶毒字眼，不停地咒骂我奶奶。说到激动处，他一把抓起书桌上的玻璃相框，照着我的脑门心砸下。微凉的液体从额角一路滑到下颌，最后砸在白色的大理石砖上，溅出一朵朵吐血的杜鹃。窦长听到动静，不嫌是大地推门而入，却又惊立在门口。从他脸上的震惊，我能想象到现在的自己有多狼狈。妈，窦山，他这是怎么了？我抬起头，对上我妈略慌张、迟疑的脸。现在我能睡了吗？我胡乱地一抹头上的血，也不管身上有多狼藉，直接倒头就睡。听着房间里的呼吸声，愈加无措，我情不自禁地笑了。看来我能睡2天好觉。但我明显高估了自己的身体。快天亮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拍我脸颊，我都睁不开眼。额头的滚烫烧得我浑身痉挛，我整个人如置干柴烈火之上。水，我要水！我艰难地张开嘴，却发现嗓子干到说不出话。我就像一条干涸池塘里的鱼，无力地摆弄鱼尾，却摆脱不了被丢弃的命运。死丫头，果真是来抱怨的，这么点小伤痛就疼得起不了床，纯粹没事找事。起来呀，妈，你别叫了，你看枕头上全是血。我除了睁不开眼，意识还是清晰的。有人粗鲁地将我衣领解开，用湿毛巾擦拭我的脖颈和胸口，身上疼得厉害。即使睡梦中，我也忍不住嘤咛。就这样，我反反复复烧了5、6天，第7天才勉强能下地。其实我从小就身体不好，我妈生我那会吃不上，连带着我身材瘦小，生下来才4斤半，是阿奶一勺子米汤对着村里救济的豆奶粉，这才把我喂得有了些生气。虽然吃在村里长在山里，阿奶却一向养我养得精细，别说熬夜了，就是白日里少睡一会，我都感觉背后直冒虚汗。我妈自来没亲身带过我，自然不了解我的身体，才逼了你一下，你就给我出这幺蛾子。怎么，吃定我舍不得折腾你了？死丫头，一躺躺了1星期，又不知道落下多少。我揉着无力的肩膀，心里却偷着乐。原来靠身体问题，我可以有筹码和妈妈对抗，还不赶紧起来背单词？背完还有古诗作文。
你这把1星期的觉都睡了，还有什么脸赖床？”我妈说着，习惯性的拿指头戳我脑门心。好巧不巧，我一侧头，这一指头可好戳在我眼窝上。见我疼得龇牙咧嘴，我妈只能不甘的噤声，同意让我再躺会儿。有了第1次、2次、3次就轻车熟路，尤其是我在发现自己的身体一难受就发高烧，并且持续居高不下后，每当我妈掏出一本数学卷子让我写完再睡，我就开始各种身体不适。妈，我牙疼，疼得我后脑勺一抽一抽的，我能歇会再看吗？妈，我脑袋晕，坐不住。妈，我发烧了。开始，我妈并不打算妥协，随意找了2片药给我喂下，就打算照样撑到天亮。结果就是我情况越来越糟，到后头脑壳子一重，倒头就晕。有回，我妈试图强拉起我，不管不顾的让我把题做完。我也很争气的，体温一路直飙39摄氏度，烫到我妈胳膊肘碰一下都觉得烧得慌。无奈，每回壮志未酬的我妈被迫鸣金收兵。在这场和我妈的博弈中，我兵不血刃，赢得毫不费力，但同时我的成绩一路下滑，终于在期末考试中醋溜到校到1。与此同时，我妈的决心也在这个暑假开始出现。6，因为成绩不好，学校十分高效地准了我的休学申请。当我妈高调地一扬手里的作息表，语调轻快地宣布：“山宝，你身体不好没关系，以后妈给你上课，妈陪着你，直至你把成绩补起来。妈为了你什么都肯做，别说1年半载，就是3年5年，妈也陪的。”在日后的每一天，我突然惊恐地意识到，成年人的意志远比我能想到的更坚毅。我妈会因为我的头疼脑热而延后学习，但同时也无限拉长我的休学。没关系，山宝，妈妈有的是时间陪你，把咱娘俩以前亏下的时间都补上。这回再没那个糟老婆子横在中间，你不舒服起躺着，等你啥时好了，妈再陪你学。学校那个劳什子也不用去，妈就是你的老师，妈和你一起学。你瞧，你小时候牙牙学语，妈没参与，现在妈统统给你补上。我惊诧地发现，我妈居然买来了粉笔、黑板等一系列文具，甚至还有戒尺。坐直，身子坐正，跟着我读 happy happy happy， 卡了卡了卡了。我硬着头皮跟着我妈一个词一个词地念着蹩脚的单词，还要强忍着纠正的冲动，听她说我发音不准。教了你几遍，是卡了卡了，你念的那是个啥？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啥都不会，还怎么不听我的？我揉了揉脑壳，内心的反感直冲天灵盖。念，看你那死样，真像那贼老婆子。我咬碎银牙，从牙齿缝里挤出来，卡了卡了，大点声。你是老鼠转的，那老东西那么大嗓门，怎么就教出来你这个哑子？你是孬种吗？也是，当奶奶的不积善德，可不是做孙子的没出息。我发疯似的一把掀了桌子，连同上面的黑板哐当一声摔在地上，一分为2。你每天张口闭口把我奶挂在嘴边，你就多积德了。多少年前的事了，整日挂嘴边，你不嫌精神内耗，我还嫌你消耗我呢。情绪一上来，我气血翻涌，也顾不得管合适不合适，只觉得的脑门子上血压突突的往上涨。我心底长期积压的怒火像决堤的洪水，马上要把我的理智吞没，开始疯狂地砸东西，任何看得到能够着的东西统统逃不过我的手心。说什么贼老婆子，那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带大的阿奶，谁不受委屈？就你那点子委屈，也值当你用后半生的每一天去回味吗？你说你委屈就委屈吧，
话说3遍淡如水，你一天说上8遍，难不成说的越多，人给你钱不是？我的体温迅速升高，额头的滚烫让我无法安静，就好像我体内有一团火，它在不断吞噬我的情绪后，已经膨胀到即将反过来吞掉我。虽然之前有过一次，但是在见到我这样子，我妈还是有些手足无措。她恨不能揍到我满地找牙，却又顾及我身体，认清现状的我愈加肆无忌惮。我甚至转身去砸电视机，这一下我妈急了，她急切地张开双手，像护犊的老鹰似的将电视机圈得牢牢的，讨不到便宜我也不急，两手一用力就把遥控器掰成2半。死丫头，你真是来讨债的！我一回头，狠狠瞪了我妈一眼，然后大摇大摆地推门而去。人与人，不就是比谁更能豁得出去吗？自此以后，我妈除了在我学习上啰嗦几句，强迫我跟着她学，却再不会随意把我阿奶挂在嘴边。有时候说秃噜嘴，话到嘴边，她又生生咽回去，或者转而聊起其他，我也懒得计较。虽然我逐渐意识到，相比我妈蹩脚幼稚的教学，她的碎碎念简直小巫见大巫。跟我念，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肩 G， 南是买配裤头，北是买长鞭。我挠了挠后脑勺，还是没忍住，那读这样不是裤头，是配头。我看着我妈越拉越长的脸，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你懂什么？死丫头，真是个讨债鬼！照书抄300遍，连翻译书读100遍，其义自见。这你妈可是为了你好，还不赶紧给我动笔抄？我冷冷地看着她，还是翻开了课本。抄书是吧？我个中国人，难道还怕多写几个中国字？接下来的每一天，无论我妈说什么，让我做什么，我都照做。实在累得坚持不住，我也不惯着她，该难受难受，该发疯发疯。我妈一概受着，只是第2天照样按她的计划来，日子从来没有过的枯燥与难熬。我突然开始怀念在学校的日子。暑假结束的那天，我妈终于松口，让我回学校去。坦白说，我真挺想好好念书的，别的不说，就冲老师们讲的那2句英语，那位是真地道儿。可一想到我妈拍着胸脯和系主任说，她费了老鼻子劲儿给我把成绩补起来，我就恨不能看她啪啪打脸。于是，我十分潇洒地交了白卷。那是我自明事以来被揍得最惨的一次。在我人生中，只有几次寥寥出场的我爸，特意从很远的城市赶回来。他冷着脸，解下腰上的皮带，随着大手一扬一挥，我的屁股连同大腿根疼得火烧火燎，冷汗从我的额头一路滑到下颌。男人一扬下巴，居高临下地质问我，说：“你这样对得起你妈10月怀胎生下你，不满月就忍受骨肉分离的痛外出打工吗？”他这样含辛茹苦，受苦受累是为了谁？他身旁，我妈抿着嘴，眼神复杂地看向我。我淡淡地瞥了眼我爸陌生的脸，云淡风轻地吐出几个字：“你对得起他就行。”我妈当即扑过来，照着我左颊就是响亮的一耳光。冤家，你爸难得回一趟家，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他是你爸，你就这么和他说话呢？快和你爸道歉！死丫头，孩子爸，你别和孩子计较。这丫头一向脑子不好使，现在更是活成了个孬货。我再好好说说她。我低垂着脑袋，一声不吭。我妈可以把对阿奶的怨一股脑到我头上，自然也会为了讨好我爸，把我说成孬货。小时候，我爸的确为了养活家里，一走就是3、5年。但随着生活逐渐好转，我爸的出走就不单仅仅是养家糊口，
多少次奶奶趁着我睡着，拨通了我爸的电话。儿啊，你就是和孩子他妈过不下去了，也不该抛下他们母女置之不理呀。珊珊可是你的亲闺女，我知道我妈对我阿奶的怨，除了当初与我被迫分离，更多的是她不能怨我爸，她舍不得捅开这层窗户纸，所以她只能去恨其他人。我爸来去匆匆，如果不是我身上的伤提醒，我甚至都怀疑他有没出现过。但我妈明显不这么认为。你可真是个冤家，你爸好容易回来一次，你就这么气他？这些年要不是你爸一人支撑起这个家，咱娘俩早喝西北风去了。你知道外头多少小贱蹄子往上扑吗？妈是生怕你不争气，彻底惹恼了你爸。你个死丫头，说你话呢，你连个屁也不放。你也别怨你妈，我把你打成那样，不也是为你好？你爸打你，打是亲，骂是爱，他肯发这样的脾气，说白了还是望你成才，心里头想着你。我不耐烦的一伸手打烂盛药的碗，那这爱给你，你要不下次换你挨打。这是我们母女间少有的沉默。我妈红着眼圈看着我，突然她满眼是泪的扑上来打我。死丫头，你果真是来讨债的。我原还指望你能拢住你爸的心，结果你倒好，和你奶一样，嘴上一套，心里一套，都巴不得我们早点分开。亏你还是我身上掉下里的一块肉，怎么胳膊肘硬往外拐？你收了那个贱人的多少好处，凭你也敢来挑拨我们夫妻关系？我愣是一下没躲，就直挺挺的挨着我妈有一下没一下的喊打，心里的仅剩的那口气也彻底凉了。以前我总觉得是我妈心里委屈，这才把对我奶的怨一股脑儿到我头上。后来我才发现，给她委屈的可以是任何人，但是承受她怨言的却一定是我。我爸前脚刚走，外婆一家就像闻着腥味的狗追咬过来。乖女，女婿回来给你留了多少钱？珊珊也那么大了，妈这不寻思着给她打个衣柜？大姑娘了，卧室里总得有个镇得住的。妈这不手头有点紧，你要不给我几个，我先给珊珊打了衣柜，回头妈有了也给你。我瞧着我妈绷着嘴，少有的没吱声。哟，珊珊外婆，好久没见你，这是又长高了吗？过来和外婆说说，你爸给你娘俩留了多少钱？我笑了，笑得肚子也疼。外婆，你3、5年登一次门，每次来了都要钱，你是来看我们的吗？你和该往前门街上的中国银行去，那才符合你身份。外婆瞬间拉下脸，脸上的假笑随之消弭，取而代之的是装满世故的一脸褶子。她冷笑着开口，果真是赔钱货生的赔钱胚子，连自个男人也留不住，真是白瞎了从我肚皮里来一遭。我生你一场，还不如不生。外婆话对着我说，一双眼睛却死死盯着我妈，软弱和彷徨一下子把我妈吞没。她像个无助的孩子，不停地摇着头。不是这样的，不会的，这孩子惯爱开玩笑。妈，你别往心里去。珊珊爸过几天就给我们打钱，他总会回来看我们的。在外婆冷漠的注视下，我妈的脸色由红变白。突然，她眼神狠厉地瞪向我，抬手就甩了我个嘴巴子。你果真是个讨债鬼，接二连三的给我出幺蛾子，不是气走你爸，就是惹恼你外婆。你是嫌我活得还不够稀黄可怜吗？非要来给我踩上一脚，真是个扫把星。早知道你是个这东西，当初何苦拼着一只脚迈进鬼门关生下你？我冷静地揉了揉脸颊，对上我妈怨恨、外婆冷漠的眼神，我突然觉得很好笑。母女能做成这样，别说，还真是不容易。自己生的自己不疼，反倒外头有点什么，
尽数怪在孩子头上。我悲哀地看了眼我妈，觉得嘴里的血腥味更浓了。这就是好多文人墨客不吝书美华词称颂的母爱吗？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外婆走后，我彻底不学了。无论学校的考试是难是易，也不管卷子上的题我究竟会不会，毫无例外，我都是0分。我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多么恶毒难听的话，她都一顿发泄的输出。可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不好意思地说：挨打我早挨皮了，挨骂我就和听外头苍蝇叫似的，听多了也顶多摆摆手。一个人的灵魂疲惫了，大概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在乎，怎样的委屈都不算委屈。我妈试着不给我吃饭，我就能一连4、5天滴水未进，躺在床上和个等着孵化的毛毛虫似的艰难挪动。我妈限制我行动，我干脆连卧室门都不出了，直接钻被子里一睡睡1天。后来我妈急了，干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怎么不干脆拉尿在床上？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我脑袋一歪，直挺挺地倒在枕头上，就在床上。好主意！结果没到第2天，我妈就崩溃了。我房间的清香已经扩散到整个房子都是，甚至楼上楼下的住户也沾了光。这什么味道啊？这么难闻，闻着像从上头传来的。别是5楼中间那户吧？你瞧，这人活在世上，但凡要点脸，就得受约束。我妈几乎一边骂着我，一边哭了。我怎么就有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打也打不起来，骂也骂不出个样。就你这，我这辈子算是没指望了。我眼皮都没抬，只翻了个身，沉沉睡去。你若真把我当指望，就不该什么脏水臭水都往我身上泼。再好的苗子，不也该小心呵护，精心培育吗？骂我不成才之前，是不是也该考虑下你给我成才的机会了吗？学校几次劝退，我妈虽有些架不住，但又担心这事传到我爸耳朵里，我们娘俩被彻底抛弃，硬是架着所有人嫌弃的目光，让我撑到了初3这1年。我原以为自己这一生也就这么算了，大抵不是躺着就是半瘫，怎么样不是过呢？不都拿鼻子出气，谁又比谁过得好到哪去？这天天还没亮，我妈突然在房里哭得死去活来。我寻思着，就算外婆去了，她也用不着这么难过吧，反正平日里也不怎么来往。刹那间，一个可怕的念头侵占了我的大脑，我不敢置信地冲到我妈房间，连吼带叫地问她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妈哭着哭着又突然笑了，那是怎样一个笑呢？有释然，也有惊惧，有期待，也有惶恐。那老东西没了，哈哈哈哈哈！她居然说没就没了。果然啊，这人不能作孽太多。没等我开口，她又转而说道：他走了，我又该去记恨谁？他便是走了，你爸就能要我们娘俩吗？情急之下，我急切地夺门而出。可我从没一个人回过村，这大路迢迢，我却压根找不到方向。也许只有面临生离死别，我们才会记起骨肉至亲。我是坐着我爸的车回来的，7座的商务车，除了我们母女，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一对双胞胎，年龄稍大的男孩后脑勺有着和我一样的旋儿，年纪稍小的女孩怯怯地叫了我一声大姐姐。车内的气氛瞬间凝固，我妈张了张嘴，话没出口，眼泪先流了出来。反倒是那个女人大方地递上纸巾，先回去给老人办事，其他的容后再说。可想而知，这让一向没什么忍耐的我妈有多暴躁。她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朝她吐露着最恶毒的字眼，而这除了让我爸崩断最后一点情谊，毫无意义。我妈的动作被迫在我爸的咆哮声中停下，
犹觉不甘的他狰狞地凑到我耳边：“你就看着你爸这么作践，你妈无动于衷吗？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连牲口都不如！”说罢，他朝着我的脖颈一口咬下。我对他仅剩的那点心疼，在丝丝疼痛中逐渐消弭。求生的本能让我一把甩开他。相比之下，那个女人紧紧地搂着2个孩子，警惕又冷漠地盯着我和我妈，仿佛我们是什么危险的走兽。是啊，这才是妈妈该有的姿态。再回到生我养我的小乡村，我看着再熟悉不过的阿奶苍老地躺在毛毡子上，被白色的麻布遮住全身，心底的痛感一瞬间被无限放大。我才惊觉我失去了唯一爱我的人。阿奶的葬礼办得极尽奢华，村里住着的所有人都被请来吃席。手指大的河虾鲜嫩到触须上还有鲜活生命的迹象，似乎上一秒才被人掐掉脑袋。这大概是作为儿子的我爸在弥补生前没有尽到的孝。年轻的女人搂着2个孩子，抢先一步跪在奶奶坟前，她哭得哀戚，反倒衬得站在后面的我妈呆若木鸡。但是提到守灵，一屋子的人都噤了声。我来，阿奶一定也有很多话与我说。即使我妈的眼神像钢刀一样在我身上游走，我也不为所动。这一晚，我像小时候一样挨着阿奶睡在草垛上，怀里搂着阿奶常听的收音机，上面还有她常用的皂荚味道。快天亮的时候，我爸难得的出来找我，他略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和我讲了以前的事。你阿奶不是诚心要分开你们母女，是怕我在外头遇上其他人，这才忙得打发你妈跟过来。别怪你妈，虽然这本是我们之间的事。你阿奶临走前翻来覆去舍不得合眼，嘴里反复念叨着你，就怕你和你妈过不到一起，耽误了学业。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完，失去阿奶的痛让我几天没有合眼，而此时我已经撑到了极限。阿奶下葬后，我又回了学校，尽管班主任阴阳怪气地说我来不来都一个样，我第一次十分配合地点点头，乖觉地回到座位上坐下。因为阿奶说，学习可以给我想要的未来，而我值得更好的将来。11初中的东西并不多，我虽然一直没怎么用心，却生了一个好脑子。我苦涩地扯嘴，我爸也算做了好事儿，知道我要搬出去自己住。我妈叫嚣着要断我零花钱，我笑得前俯后仰。零花钱？你他妈什么时候给过我零花钱？你嘴上说的是我妈，哪件事做得像个妈？不过没关系，我也不需要妈。你哪来的钱？是不是你爸偷的塞给你的？你有没良心？那个负心汉的钱你也敢用？我随手砸烂一个玻璃杯。闭嘴吧你！在我心里，你俩没什么差。电光火石间，我妈突然想明白了，是那个死老太婆。哼，真是阴魂不散啊！死了还要和我抢女儿，你就不怕下地狱吗？贼老婆子！后面的话随着我摔上门戛然而止。一直以来，我的消极和不反抗都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我们母女一笑泯恩仇，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阿奶的猝然离世和我爸的彻底离开，已然成了我们母女间永远解不开的结。即便我能释然我妈对阿奶的态度，我妈也无法将我爸的离开不再归咎于我。这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路。我搬家那天正好赶上立夏，梅雨时节，雨水多得像不要钱。我随意收拾了2件衣服，竟也装得满一个纸箱。在最后的日子里，我尽量尝试着平和地和我妈相处。也许这一次转身，下回相聚不知是何时。但显然我妈并不买单，她刻意一大早就躲回房间，
我摇摇头，坚定地踏出这一步。我在学校附近的大宅院租了个单人间，许多人嫌弃这里人多嘴杂，我却很享受这样有生机而又热闹的院落。我开始没日没夜地默书，家庭的缺失从某方面而言成全了我的专注，没有喜怒哀乐，我可以全心徜徉在学识中。我的成绩逐渐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那些曾经只会拿言语揶揄我的老师们，也会在无人的背后朝我竖大拇指，或是叹一声可惜了。那样好的苗子，没个完整的家庭。偶尔这样的叹息落在我耳边，我也只会摇摇头，继续看书。可惜吗？不可惜。这世上哪有完美之事？我能够随性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还不够好吗？12，我没怎么费力就考了个校第一。校长温和地问我要不要考虑直升本校，我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就点了头。初中毕业典礼那天，我看到了人群中久违的我妈和我弟。我妈顶着2只肿眼泡，费力地辨认站在主席台上的优秀毕业生。在代表优秀毕业生讲话环节，我毫不意外地被递过话筒，我笑得十分灿烂。我窦山生在黄土高坡，长在不知名的小村庄，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阿奶，你看到我了吗？即使隔着万千人，我还是一眼看到了我妈眼中的错愕和失望。可那有什么呢？我活着又不是为她高兴，纵使她给了我生命。上了高中后，我开始觉得吃力，也许是曾经空白的初一，也许是并不擅长自学的因素，我逐步成为了班上的普人，普通长相，普通成绩，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我开始有朋友，有要好的朋友好奇我的家庭，我也会坦言相告，毕竟有个不完整的家庭，这本就不是我的错，自然也没啥可遮掩的。有些人或许会因为此和我保持距离，有些人却格外心疼我的境遇。但不论怎样，只要我不当回事，这些事好像也没那么难以启齿。我妈也曾尝试来学校看我，偶尔给我送点东西。我想了想，还是没拒绝她。只是当她进一步提出要我搬回家里时，我却不容置喙地拒绝了。你这个讨债鬼，怎么这么倔？我是你亲妈，你可是的的确确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咱俩可是亲母女，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和我摆什么架子？我耸了耸肩，转身，出租房的门被大力关上。母女是不假，感情却不怎么深，至少我觉得还到不了住一起的程度。高2下学期，我并不成熟的学习方法开始让我在各大考试中出现状况。面对直线下滑的成绩，我突然有点丧。第一次觉得单枪匹马，好想有个坚毅的臂膀支撑我。顺其自然的，我认识了单涛，他知道我的家庭，更欣赏我的独立。他会陪我在图书馆温书温到管理员来撵人，也会一遍遍鼓励我不要气馁。我不擅长的科目，单涛也会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讲给我听，直到我可以完全领悟。高3那年，我和单涛的关系更进一步，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同学，也是趣味相投的恋人。可我们出于真实，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高考成绩下来，我和单涛在杏花树下互相告白，夏日独有的花香和他衬衣上浅浅的洗衣粉味都让我留恋。我妈却在这时候出现，她讥讽地笑了笑，直言我比他更会和男人相处。要去上大学了是吧？妈和你一起去。当然，妈只想老有所依。如果你也和你那个负心汉爸爸一样，敢有抛弃我的念头，我就跑去和单涛妈妈聊聊。
我倒想看看，知道你有个这样的家庭，他妈妈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接受你？13，不可否认，那一刻我慌了，我不敢冒险，拿我和单涛的以后赌。但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和单涛有以后，我的家庭，我爸妈，这些都不应该是一个秘密。呵，你不是嫌弃你妈，1分钟都不想和你妈我过吗？那你猜猜看，任单涛的妈会不会有和你一样的品味？我紧握着拳头，良久，松开了手。无论他妈接不接受我，我都不会接受你。我可以打光棍一辈子，但我不想再和你同住一个屋檐下。窦珊，你读的书，学的道理，难道就教给你这样对待你亲妈？连仁孝礼信都不懂吗？我会给你养老，但别指望我会见你。你是我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你能成为怎样的妈，和我该做怎样的女儿，这却是自己的选择。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单涛妈妈接纳了我。令我惊喜的是，她几乎把我当亲女儿一样看待。她会慈爱地帮我打理头发，和我谈天说地，扯东扯西，会与我一同坐到电视机旁，就为了打发时间。我甚至有些遗憾地想，假如我和单涛没找成，我岂不是又要失去一次妈妈？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和单涛分手了，我妈依然会追到出租屋来看我，但我却忙着找工作，新的工作在另一个城市。我妈哭着求我带她一道去，因为我们谁都知道，她以后想见我，只会难上加难。我想了想，还是留下了我身上仅有的5000块。死丫头，你不能扔下我，是我怀胎10月才生下的你。当初若是我把心横下，哪有你的今天？好孩子，你带上妈妈。妈妈不想和你分开，可我还是毅然挣脱开我妈。一如当初搬离家，我没有妈妈，和她失去女儿，从来就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我走的那天，是单涛妈妈送我到的机场。好孩子，有空常打电话回来，阿姨有空就去 C 城找你玩。女孩子家一个人在外面，千万照顾好自己。我伸手抱住了面前的女人，这个补齐我曾经缺失的那部分母爱的女人。谢谢你，丹妈妈，谢谢你把我当女儿一样疼。分开时，我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我妈，不甘心地被拦在机场外面。能做母女，是上天给的缘分，但不是每一份缘分都是善缘。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